王毅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安理会必须就巴以冲突采取有力行动，推动局势尽快降温。China has been working with relevant countries on a Security Council press statement. Regrettably, simply because of the obstruction of one country,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n't been able to speak with one voice.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中国、挪威和突尼斯共同起草的敦促巴以停火的安理会主席声明谈话被美方代表否决。这是1周之内美方第3次动用否决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美方需要更多时间进行自己的外交行动。多国外交官对美方蛮横否决安理会声明表示不满，称安理会声明并不反对美方的外交行动。巴以冲突至今不能解决的原因，首先是历届美国政府在这个巴以问题上秉持一种偏袒以色列的立场和政策，并且呢，历届美国政府都给予以色列大量的援助。王毅针对当前紧张局势提出了中方的4点主张，敦促冲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和敌对行动，以色列尤其要保持克制，敦促以色列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尽快全面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围困，为人道援助提供准入便利。国际社会要向巴勒斯坦提供人道援助，联合国要发挥协调作用，全力避免发生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巴以问题归根结底要在2国方案基础上寻求长期解决。王毅还强调，我们重申对巴以双方和平人士来华开展对话的邀请，也欢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在华举行直接谈判。通过现在中国方面呢，对这个巴以冲突的反应，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在这个中东地区，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当中啊，它的这个道义感召力。我认为呢，这个对我们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啊，在中东地区啊，这个攻坚克难，然后呢，为这个构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啊，都是有好处的，都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2国方案是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巴以冲突解决路径，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拜登周6与巴以领导人通话，也强调支持2国方案。但现实很骨感，2国方案在操作过程中被某些国家严重扭曲。例如，特朗普就提出了偏心以色列的特朗普版2国方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激怒了巴勒斯坦。在过去4年中，美国与巴勒斯坦的外交接触几乎中断，特朗普政府偏心被认为是本轮冲突的根源。拜登上台后宣布放弃了特朗普版2国方案。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针对当前巴以局势都呼吁立即停火。我们敦促美国承担应尽责任，采取公正立场，和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一道，支持安理会为推动缓和局势、重建信任、政治解决发挥应有作用。赵立坚也在今天的回应中再次敦促美方承担应尽的责任，采取公正的立场。其实也是从侧面点出，希望美方不要继续站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了。